大家好，我係 Hoop Scholar Steven。相信中意籃球嘅你，或多或少都有聽過或者睇過 Slam Dunk， 甚至係忠實 fans。呢一部膾炙人口嘅作品，堪稱經典。當中努力刻苦嘅練習、熱血沸騰嘅比賽情節、追逐夢想嘅浪漫，甚至係櫻木對晴子嘅愛慕，都係呢一部作品能夠成為經典嘅原因之一。但係仲有一個重要原因，作者井上雄彥對整部作品嘅設定非常嚴謹、非常寫實。無論係訓練嘅方式定係比賽嘅細節都合乎現實，令到讀者有共鳴，能夠代入。嚟緊我會喺呢一個 Slam Dunk 嘅系列同大家探討一啲 Slam Dunk 嘅情節，究竟能唔能夠應用到現實籃球當中？今日第一集，我哋要探討 Slam Dunk 入邊其中一個最經典嘅籃球理念。喺對戰陵南練習賽嘅前夕，赤木想教櫻木搶籃板。お前に教えとくことがある。教えとくこと？リバウンドだ。但櫻木就好鄙視咁樣回應。なんだ？そんな地味なの教えてほしくねえやい。ミスしたボールを取るなんてよ。出せ！就係呢一個時候，赤木講出咗呢句說話。そうか、知らんようだな。リバウンドを制する者はゲームを制す。リバウンドを制する者は。呢一句相信係 Slam Dunk 整部作品入邊其中一個最經典嘅對白。究竟喺現實籃球當中，控制籃板係咪真係能夠控制比賽呢？リバウンドを取れば取るほど味方ボールになる機会も増え、当然得点につながるチャンスも増える。つまりリバウンドが取れるかどうかがその試合の勝敗を大きく左右すると言っても過言ではないんだ。究竟呢個講法正唔正確呢？首先，當我哋分析球隊籃板嗰陣，大多數人都會只睇籃板嘅總數，但係呢個方法正唔正確呢？假設以下第一場比賽湘北對陵南比賽嘅兩項數據，而第二場比賽湘北對海南。就以上兩場比賽，大家覺得湘北邊一場比賽喺籃板端上更有效率呢？如果單睇籃板總數，湘北喺對海南嗰陣攞咗20個進攻籃板，比對陵南嘅時候咧多10球。感覺上第二場比賽對海南嘅時候，籃板表現更好。但係其實要真正了解籃板效率同埋表現，我哋需要睇 rebounding percentage， 即係要考慮埋總共有幾多次搶籃板嘅機會。以第一場比賽為例，湘北進攻端上總數有25個可取嘅籃板，湘北攞咗10個，所以湘北喺對陵南時候嘅 offensive rebounding percentage 係40%。第二場比賽，湘北進攻端上總數有55個可取嘅籃板，湘北最終攞咗20個，所以湘北喺對海南嘅時候 offensive rebounding percentage 係36.3%。所以湘北喺進攻籃板嘅表現上，第一場比賽對陵南其實比較好。了解完籃板嘅真正計法，根據赤木嘅講法，咁係咪 rebounding percentage 越好嘅球隊表現都應該越好呢？等我哋睇一睇2018至2019年 NBA 常規賽嘅數據，成績最好嘅前3隊分別係 Bucks、Raptors 同埋 Warriors。但係當我哋觀察 rebounding percentage 嘅時候 ，Bucks 竟然只排第5 ，Warriors 第10，Raptors 竟然只係排第13。如果再睇下 offensive rebounding percentage， 更可怕嘅係 Raptors 排第19，Warriors 第23，Bucks 26。點解進攻籃板表現一般嘅球隊戰績竟然可以咁好？點解控制唔到籃板嘅球隊竟然都可以控制比賽呢？唔通赤木呢個講法係錯？其實現今 NBA 有一種 measurement 係所有球隊同埋分析人員喺宏觀球隊表現嘅時候都會用到。呢一種 measurement 就係 Four Factors of Basketball Success。Four Factors 嘅理念係由華盛頓巫師嘅助教，本身係一位統計分析師嘅 Dean Oliver 喺2002年所寫嘅《Basketball on Paper》一書中講到，主要係講述4個影響勝負嘅因素，分別係 shooting、turnover、rebounding、free throw。shooting 所使用嘅參考數據係 effective field goal percentage。turnover 用嘅數據係 turnover percentage。rebounding 所使用嘅數據就係啱啱提及過嘅 offensive rebounding percentage。free throw 就用 free throw rate。但係其實 four factors 係分為攻守兩端，所以實際上係有8個因素。例如進攻嘅 effective field goal percentage 高，即係代表我哋嘅投籃準程度高。但係如果對方嘅 effective field goal percentage 高，咁即係代表我哋嘅防守力度可能不足。
但係呢4個因素嘅重要性其實有分輕重。Dan Oliver 指出嘅比重係 shooting 比重佔 40%，turnover 佔 25%，rebounding 佔 20%，free throw 佔 15%。所以最重要嘅都係入波得分嘅能力同埋效率，同埋降低對手嘅命中率。其次就係減少失誤嘅次數，同埋喺防守端上令到對方失誤嘅能力。第三就係攻防兩端嘅籃板能力。最後就係搏罰球嘅能力，同埋阻止對手 draw 到 foul。當然呢個比重並唔係固定，每一支球隊嘅風格唔一樣。例如2018至19賽季嘅 Warriors，effective field goal percentage 排名第一，但係進攻籃板嘅 percentage 咧表現就好差。有可能係因為佢哋嘅進攻比較偏重於佢哋高效率嘅三分波 ，spacing 拉得比較開，所以相對咧衝搶或者搶進攻籃板嘅機會咧就比較少。或者我哋可以睇下嗰一季 Nuggets 同埋 Trailblazers。兩隊喺嗰一季分別以第4同埋第5去完成嘅賽季，兩隊嘅 offensive rebounding percentage 係聯盟之中最好，但 effective field goal percentage 只係排第13同埋第15。雖然命中率只屬中等，但係好有可能因為佢哋進攻籃板能力強，令到佢哋有更多球權同埋出手機會。我哋再睇下嗰一季 Timberwolves 同埋 Piston 兩隊嘅 offensive rebound percentage 排名分別係第4同埋第5。搶進攻籃板嘅能力屬於前列分子，但係命中率分別排第25同埋26。對手嘅 effective field goal percentage 分別排25同埋19。咁即係代表球隊雖然搶進攻籃板嘅能力強，但係把握力低，同時防守力較弱，對手命中率高，所以 Timberwolves 該季嘅勝率只係排第21，而 Piston 排第16。以上呢幾個球隊案例都證明咗勝負嘅關鍵從來唔只係因為一方面嘅因素，所以當我哋考慮控制同埋決定比賽勝負因素嗰陣，必須要考慮 4 factors 4大關鍵要素，以命中率最為重要，其次就係 turnover 嘅控制，之後就係籃板同埋罰球。一隊球隊想成功，當然都係需要有返一定嘅籃板能力，但係如果想持續贏波，但又暫時唔能夠提升籃板能力嘅話，咁其他嘅3方面嘅能力就必須要更加突出，去彌補翻籃板能力不足嘅問題。又或者球隊嘅把握力比較低，可能就要更加努力咁去搶籃板，同埋努力去製造對手嘅失誤，增加翻個球權同埋得分嘅機會，或者需要更加多嘅突破喺罰球線上面得分。赤木所講到控制籃板就能夠控制比賽呢個講法，其實冇錯。籃板的確係4大關鍵要素之一，但係呢個講法必須要更加全面，因為影響勝負嘅因素仲有好多。但係籃板始終都係決定比賽勝負非常重要嘅一環，因為一隊球隊可能會因為 shooting too much、driving too much、passing too much 而影響球隊嘅表現，但係永遠都唔會出現 rebounding too much 嘅呢個情況，因為籃板冇人會嫌多，而且籃板往往都係象徵住球隊嘅士氣、專注度、投入度同埋拼搏嘅心態，所以籃板嘅重要性有時候數據都唔能夠完全反映。今日 Slam Dunk 系列嘅第1集就到此為止，大家鍾唔鍾意呢個 Slam Dunk 系列呢？之後我會繼續討論 Slam Dunk 當中嘅籃球概念，唔想錯過嘅話，記得 Like、Subscribe、撳個啷啷開 Notification、Follow Hoop Scholar 嘅 Facebook、Instagram， 下次見。